所以试试看没有关系。那搞砸就搞砸。这个题目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就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马东老师，我觉得就可以聊聊看，就是性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在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跨过这一步？不管在陈明的心目中跨这一点是跨倒退，还是在马薇薇的心目中是跨前进啊？可是讨论会使得它公开，我们可以比较安心的面对这件事，不会再像以前觉得跟朋友约，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忽然之间，这个东西就被我们从牢笼里面放出来了。所以我愿意就这个观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认为朋友是流动的。我认为朋友在我们生命中的角色充满了弹性。他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同学，可能是我们的邻居，然后因为某一些病缘凑巧，他变成了好朋友。然后各位在座的人，你们都有过好朋友，友谊又渐渐淡掉了。所以友谊是流动的。就是好朋友不是一个职称，说我发给你一个名片，说陈明，我是你的好朋友，所以这张名片已经印好了，我以后就是你的好朋友。没有，陈明只要做了一件让我恶心的事情，我明天开始就不想理他了。什么好朋友，绝交啊！人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任性的动物，我们对于友谊是可以弹性的处理的。所以这一方在讲的，我认为是当我们对友情的流动到了欲望那一块去的时候，这一方鼓励说我们可以试试看。然后如果失败了，友谊消失了，也不过就跟一些没有牌品的人跟别人打麻将输了钱就说我跟你绝交是一样的事情。你难道会说好朋友不可以打麻将吗？不会。可是你就是会碰到过一些荒谬的人，他跟你打麻将输钱，他就不再跟你做朋友。你心里面吓一大跳，想说什么玩意儿啊？输了钱就不跟我做朋友了？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友谊会流动的情况之下，欲望也会流动。那这个人在友谊方面出了一个缺口，可是欲望方面撩起了你的愿望，你就约嘛。然后这一方讲的事情是说约就约嘛，约不成就跟麻将打输了一样，那友谊就破碎，破碎就破碎嘛。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子啊，少了这个朋友多了那个朋友。我们不是讲说好朋友必须约，我们不是神经病，我们又不是禽兽，我们看到好朋友就扑上去说我要跟你约。我们是说好朋友可以约，我们不打算把好朋友每个人额头都贴一个符咒说不准约不准约不准约，不是，是我们贴了一个符咒说这个不可以约，可是这个我把符咒拿掉，因为我要跟你试试看。对，好，所以是的，就这么点事儿而已。是的，不用把它当的是那么严重的事情。是的，讲完。我特别佩服康永哥，因为康永哥在每一次的这个结辩的时候啊，不管是站在哪个立场上，他总是站在地上。我觉得康永哥开了一个好头，把我们整个的话题回到了一个礼和节的节奏上来。金姐什么？我来说，捍卫你的立场哈。对，康永哥刚才娓娓道来当中有个漏洞，我也发现找到漏洞了。你说的是好朋友可不可以约？我觉得你说的那概念是熟人和我认识的人，和好朋友概念是两回事儿。熟人和我认识的人这有可能，但我跟我的好朋友，我觉得不可能。首先，在我们无论哪个社会环境、宗教信仰当中，性一直是个隐私。无论你可以大胆的谈，大胆的看，有时候大胆的做，偶尔的很极致的，但是它还是个隐私的一个东西。但这个隐私我们发现在每个家庭环境当中，当我是个母亲给我孩子洗澡的时候，当洗到11、12岁的时候，我的儿子再也不让我洗澡，因为他有他的隐私。我觉得如果觉得我是你妈妈，我从小给你当然我为什么不能给你洗澡？但我要尊重这个，哪怕母子之间就是父女之间都要尊重相互的隐私。在好朋友面前，我们俩谈的很多，也有一个相互尊重的一个。性爱是很难分得开的，每个人觉得是有性爱可以分得开，我觉得那都是吹牛，你就高估了自己的智商。尤其女性，别以为性爱能分得开。如果是好朋友那种约的话，那我估计有一方的好朋友，他可能从开始是以好朋友来介入你，他一直对你有想法，只是跟你用一个好朋友的方式靠近你。你可能把他当做好朋友，但他永远觉得我是有可能得到你的，所以我这个起点是不平均的。刚才我在康永哥讲东当我都能接受，唯独一个是界限是好朋友和我认识的人和熟人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几个好朋友，男性的好朋友最多5个，我认可去到大海捞针睡20个，我也不会碰我这个5个好朋友，因为这个好朋友他跟我分享的是我20年、10年以上的友情，见证了很多东西。为那一点
我拿我手机摇一下就完事儿了。好，往常是团长们不要这么多话啊，可是因为今天各位的发言权已经暂时被封住了，所以我们就多讲一点。我同意这边的人在说，当我要跟我的好朋友约的时候，是破釜沉舟的事情，就是他一旦做那个事情，他可能要面临划不来的代价。可是这一方的说法是划不来他也要，就人会做充满愚蠢的、后悔的事，他们要做。我绝对不认为他们的智慧足以说，我跟这个好朋友约了之后不后悔，可能会后悔。对啊，所以这个我完全同意金老师。我是站在一个原则上的立场，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进行，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约的人有一个高度，都懂自己在干嘛。我们对于好朋友的信心来自于，他们会包容我们最丑陋跟最脆弱的那一面。约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说出口说我想要你的身体，有的时候很卑微。就我都不要你的爱，我只要你给我一个晚上，这也很卑微。我呢，我的梦想是有一天能够找到影帝廖凡先生一起拍一部电影。我是 KK 康永。我呢，有个梦想，就是命中注定的男主角睡一晚上。永远是个梦想。我的 JJ 金星。我有一个梦想，醒来长成这样。你已经那样了。我是 马东路德金。来，我们来听听我们今天男神廖凡的梦想。我有一个梦想，就是给大家送一些药。我们是什么病啊？他们告诉我一定要把这个礼物带给你们3位，当然你们也可以转送给在场的各位选手。哦，真的太好了，这什么东西？治什么病的？关键是对，这个是专门治缺心眼的。哦，是专治缺心眼啊。因为他们这么一说呢，我自己也留了一个啊。没关系，我这个来，潇潇送你。真送我呀？真的，这个你要俩都行，因为你说不缺对啊，不缺啊。其实不是，这是看来你们还都在这儿相互推哈。这个呢是我们这个电影《命中注定》里边的一个道具啊，一个很重要的道具。当时我在电影当中泡上女神，完全就是靠这个。你看没有？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治缺心眼儿。为什么呢？你看这一试就试出来了。对，带上这个以后吧，就能睡到想睡的男人了。来，嘿，好家伙！金老师，睡到想睡的男人，我都3年了。我把这个药瓶送给他，不止缺心眼，我觉得他什么都缺，他应该连尊严都没有了。送给艾丽吧。哎呀！好暖啊！你们这帮人啊，按《红楼梦》里的讲话，都是少说有1万个心眼子。好，那个我们男神今天把礼物也都送完了。我们是一个节目啊，我们这个节目，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来，我们要感谢有车有房不如有范儿的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同时也要谢谢古力多燕麦牛奶国际长乐大品牌，谢谢。好，闲话少说，来看一看本场题目。约吗？约什么约呀？说什么呢？那天晚上的事儿你都忘了？哪天晚上什么事儿啊？说什么呢？那天灯光美，气氛佳，咱俩吃完饭以后上小旅馆坐了一会儿。你可拉倒吧，人家好朋友在一起一般都上咖啡馆坐一会儿，哪有上小旅馆坐的？都没人信。非要让我帮你回忆一下吗？没有的事儿，你瞎回忆它干什么呢？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别提了，咱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咔嚓一个炸雷，就完事儿了。我就是不想再提这事儿了。
你说就当是做了一个噩梦，早晨醒了以后就忘了得了呗。你说你没事老提他干啥呀？啥意思呀？不得劲儿啊，心里。咱俩是最好的朋友吧？咱俩是死党，纯洁的友谊里边产生了这种超友谊的事儿，谁能得劲儿啊？心里。你也说了，咱俩是最好的朋友，那好朋友就是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互相需要。范儿，咱俩聊这话题是不是没有下限了？有点儿。大家都是成年人啊，能不能不那么封建？我不管别人，我自己就受不了。那要这样，咱俩绝交吧。那可不行，你别这事儿完了以后连好朋友都没得做了。那你说怎么办？要不然，咱俩再往前迈一步，处对象得了。咱俩要能处啊，大学时候都处了，还等现在呀？你妈不是不同意吗？别给我提这茬。不是你不处对象，咋约呀？那你就自己解决吧啊！我先回去了，烦人劲儿的。哎，我告诉你，你回去千万小声点啊，别让老马呀、小蔡他们都知道了。那我能让他们知道吗？老马那大喇叭，哎呀妈，让他知道了，明天爱奇艺不得上首页啊！反正你回去你就让着点人啊，别让人看着你哈。我都不怕，你怕啥？你说你就是大大咧咧惯了。哎呀妈呀，都在呢，都知道了啊。明天爱奇艺首页见吧，也是好事儿。我就有一个问题，这好朋友到底能不能约呀？能，得劲儿呢。哦，我真没想到，万万没想到，绝对没想到，潇潇这个禽兽居然选择了不约好朋友。想洗白吗？他的好朋友长得是有多丑？我身边的好朋友，你们看看这两位，这个质量，怎么约？陈明符合他一贯的德性啊，就是虚伪啊。他如果不装成那样的话，怎么能约到更多的好朋友呢？薇薇姐其实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俩是朋友嘛。我觉得其实他如果觉得可以约，我就要约他。题目出来了，好朋友之间可以约吗？我的意思是说，像你和汤唯这样，你看在戛纳的海滩上碰到了，然后就是哎呀，就是彼此惺惺相惜。你也是演技好，我也是，然后就白日，然后就焰火，对，焰火咔嚓一下完了嘛，对不对？这哎呀，就这样的好朋友可以约吗？吃的是那个缺心眼的药，再说约不约的事儿。没有，刚才男神我揭露啊，那个表演的时候，男神下说的约呀。这样，我们请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选择，红键正方可约，蓝键反方不可约。第二阶段大混战，比赛进入第二阶段，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比赛结束时，团长从胜出一方选出1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授予本场 BB King 称号。失败的一方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累计获得 BB King 次数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没关系啊，请大家放心按键。我们呢没有储存你的选择，我们没储存你的选择，没有人知道你的选择。想约就约吧，真的是。咱们这个进场都是实名制的吧？不，进场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出去的时候有好多离婚的。好，我们来看一看结果啊，78个人选择不可约，22个人选择可约。廖凡会选择可约还是不可约？我觉得，可约。我也就是吹一下牛，我觉得可约。是一条汉子，是一条汉子。不用给我戴高帽。好，蔡团长呢？那我也勉强做条汉子吧。你也可约？我觉得可约啊。哦，怎么了？你不要假装你不可约。那金姐选择的是？我肯定不可约，因为你讲特熟悉的哥们儿，就那么一约完了以后，没法见了，啥都变了，活烂得一塌糊涂，以后怎么见呢？不，金姐，咱们的前提是
活好且不粘人，约不约？那就是说，金姐是说还是约过了以后得出的经验说不是不可约。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难面对，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特别的尴尬。半夜就走啊，那就不约呀，那都约到那儿了。咔一声打雷，到不了天亮。不是，金姐，咱问的是说可不可约，没说第二天尴不尴不尬。可约，不可约，不可约，真是这个太难处理了。这太难处理了，不可约。这样我们就是这个男神和另外一位男神选择的是可约，女神选择的是不可约，绝对不可约。正方邦尼、马薇薇、周旋逸选择的是可约，潇潇你选择不可约啊？就是那是约是什么意思，我都没搞懂。你是说在这个词儿里，你只懂后面那个字儿，是这意思吗？他懂了那个字，你没给他写出来。对，好，陈明选择不可约，我不可约。你什么叫你不可？就你选择不可约，我选择不可约。哎，你这别标榜自己，对。花溪选择不可约，我94年还是小孩呢。花溪，你坐在蓝椅子上，脸红不脸红？好了，不约。来，各展这个齐长，看看谁能说动对方。谁先说？邦尼。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影叫《真爱至上》，如果要给我一个机会拍一个电影，我就会拍一部《真至上》。为什么呢？我一直替真这事儿感到挺委屈的。真爱走心，真走肾，走的都是器官，咱们怎么就分出了高低贵贱呢？真爱一生难求，真难道不是吗？马东，你题目干嘛把那个字省掉？他讲了800遍那个字。回头都是这个是我的错误，所以我跟你讲，自己约的含泪也要打。你继续吧。这时候问题来了，我现在特别想睡的这个人，恰好是我的好朋友，我睡还是不睡呢？睡呀！金城武、吴彦祖远在天边，好朋友近在眼前，有这么一具真挚的肉体摆在你的面前，你却没有好好珍惜，你就不怕有一天追悔莫及吗？在这里，我要用一个我最喜欢的人民表演艺术家范甜甜老师的名句：为什么要压抑你的天性？睡呀！坐过去啊！为什么要压抑你的天性？约呀！好，这时候一个青涩小姑娘跟我说：“好恶心啊！你怎么就能对你的朋友产生欲呢？”我就想问一句：怎么就不能呢？在这个世界上，性向是可以流动的，兴趣也是可以流动的。有的人50岁突然发现我是同性恋，怎么就不能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对我的好朋友有兴趣了呢？而且，你对你的好朋友身体有兴趣，难道是对他的侮辱吗？难道是亵渎吗？不是，是赞美呀。如果你跟我说，如果今天你跟我说，邦尼，我对你的身体有兴趣，胜过对你的大脑感兴趣，我告诉你，我要开心10000倍、1000倍，因为平时不太有人这么说。现在你还问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友情万岁，约无罪。谢谢大家。哎呀，为什么会选择邦尼是第一个出场？反差萌啊！先声夺人，而且邦尼是我们这里的理论家，他真的是这方面很有理论。那谁是实践家？实践家这儿。你们呢？其实呢，我刚拿到这个辩题的时候，我真的仔细的斟酌过，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具体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经验嘛，我就找了一个我的好朋友，进行了一次深度的探讨。我的这个朋友呢，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她3年只开过2次张。他告诉我，一个女人30如狼，40如虎。在她无数个极度饥渴的晚上，她踌躇过，
他焦虑过，他甚至连我们高晓松老师他都觊觎过。他无数次的告诉我们，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啊。但是关键的时候，他压抑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不想杀手，你知道吗？杀熟熟人，他不想找熟人下手，不好意思下家伙。用他的原话来说，就是他害怕他一觉醒来，发现旁边躺的是艾丽，他想死。OK， 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如果我知道了我的这个好朋友，他去跟他的好朋友约了朋友，这样的人其实我不太敢跟他做朋友，因为我觉得自己长得秀色可餐。如果是我刚刚的那一位好朋友的话，我半夜跟他聊着天，就像邦尼说的，他一下来感觉了，他非要把我推倒，我有这个心拒绝他，我没这个劲儿啊，朋友们。所以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其实约呢，就跟拉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那股劲儿来了，你必须要排解。那我们跟陌生人约，我们可以轻易的删除他，天亮说分手。所以陌生人像一张卫生纸，没有人擦了屁股之后还留着那张卫生纸，因为我们不在乎这张卫生纸。但是我们的好朋友，就像我们一本心爱的书，谁会拿自己心爱的书去擦屁股？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不要用你的朋友去擦屁股，也不要轻易的去擦你朋友的屁股。会参加过这样的节目吗？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很好。话糙理不糙。对，话和理都没细致到哪儿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辩题。好朋友要不要约？这甚至可能是一个在我们这个已经非常开放的社会里面都非常前沿的辩题。我们要想真的做好这个辩题，就不要把它纯往下三路走，因为我们所有人在下三路的现场里面会赢得特别多的笑声和戏谑，但是我们不会明辨是非，我们达不到我们想在一个健康开放的社会里面传达重要的价值观和理念的目的。我们回到这个辩题里面来，好朋友可不可以约？到底利弊何在？我们从正方开始，好吗？周玄义作为一位大学教授和学者，我不准备回去教书了。你以为他们还会让你回去吗？解释一下啊，本人不是约界的，真的从来没约过。但是我非常愤慨刚才潇潇对于约界的侮辱。如果你这么想，你就认为约是一件肮脏、不道德、可耻、不该做、只能当擦屁股那样的事情，你约什么呀？我要呼吁约姐开除你。说真的，我给各位掰开了揉碎了，我给大家讲几个约的可能性的结果。第一个结果是约不成，对吧？第二个结果是约了以后，像你说的啊，约了过第二天早上起来很后悔，约得不爽，对吧？第三个结果是约成了之后呢，还很爽。我告诉各位，你三个结果分析，你会发现约好朋友是一件稳赚不赔的事情。首先是约不成。我说实在的，约不成是个问题吗？我约你，你不答应我，所以我觉得你得罪我了。拜托，我是约，我不是强推嘛，是不是这意思啊？反过来说，你约我，刚才我们帮你说的很清楚了，这至少是对我们这种长相不是特别好的人的一种包养嘛。我如果觉得你约我是对我的一种侮辱，那说实在的，我们不适合做朋友，我们三观不同。微微哭了，微微。OK。第二个。如果你们约了之后，像潇潇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真的很奇怪。他说陌生人之间我可以不管他了，我以后不会有问题。潇潇同学，你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交网络，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都能拍照，每个人都能上传。如果你真心跟陌生人约的不开心了，你觉得你是他一张屁股纸，我告诉你，他很可能是你一生的梦魇。
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朋友还可能帮你去圆，而陌生人其实会给你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最后一个，假设你约得爽，祝福你，哈利路亚，你可以拥有一个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后还能聊的一个绝顶的好。他真是回不了武大了。失业了。来吧，来吧，您终于把您方的阵营彻底压缩到了10票。好，谢谢老师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但是我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你，我是约不界。潇潇为什么觉得这是杀熟是不对的？我告诉你，不是觉得性肮脏，而是我不想让你变成我单纯的欲望出口。你是我的朋友，我不希望你只看到我受益的一面。杀熟是什么意思？约大家都懂吗？就有那个，除了那个之后，我什么都不会展现给你。如果你一个人真的觉得我只是你欲望的发泄口，你难道不会觉得自己很低贱吗？好，现在说我的观点。我在拿这个辩题的时候，我也在犹豫，为什么我们不能就像他们一样，把很多角色融合到一起，好朋友、知己、炮友全部融合到一起？我们的人生当中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角色？朋友、同事、酒肉朋友、知己，是因为我们需要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人，他们在各司其职。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人是很多面的。我希望我在我的同事面前表现出我刚强干练的一面，我希望我在我的朋友面前体现出我温柔体贴的一面，我希望我在我的朋友面前体现出我骁勇善干的一面。可是好朋友和炮友融合到一起了之后，问题就来了。能治愈爱情的人是友情，你会发现你这个倾吐情商的人，好像也有可能变成了你的情商，因为性和爱不是两条腿，你说分开就能分开的。你在和好朋友约的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对他的情感越来越复杂，这个时候你的问题就变成了我们的问题，懂不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得到了一个能睡的人，但是你却失去了一个在你的生命中能吐槽、能倾诉、能心无芥蒂谈天说地的人。所以好朋友我们为什么不约？不是我不能，也不是我不行，而是我不舍得。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当中有一块更重要的战场，需要有一个知己替我去守护。可是如果我越过了性的这道线，我知道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我会看你的眼神不再纯粹，我会对你的言语开始产生更多的幻想。所以我觉得好朋友不要约，让他替你守护你最重要的那一块阵地。来吧，好，继续，好。微微姐，灭了他，灭了他。你说人生中不同的朋友会在你生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各司其职，不能混乱，对不对？最好不要混乱了。好的，这个时候你能不能约你的辩友出去喝酒变酒友？如果我们喝过酒之后有在辩论场上，我可能打你不会那么用力了。不会，我们两个喝过酒，我们两个有过辩过论，我打你的时候丝毫也不会留手。但是我会呀，所以你不能。所以这是你个人的问题嘛？可是感情，可是感情也是个人的问题。你根本就不是约的人，你是一个谈恋爱的人。这个问题出在人身上，不出在约这件事上。好，紧接着我问你第二个问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她已经3年只开过2次张了。我来。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她今天晚上就是这么急，有一些饿，有一些渴，是能管一辈子饱的谷粒多也填不满的啊！他就随便挑了咱俩中的一个，好，非要咱们陪他一夜。好，你作为一个讲义气的人，你愿不愿意？我替他给高晓松打电话。等等，好，如果现在你就是高晓松老师，你如果是一个讲义气的人，你的朋友只要你一夜，没有要你一命，你愿不愿意答应他？我带我的朋友去看眼科。因为他居然看得上高晓松啊！我的铺垫完毕，马上结辩。好，谢谢。其实，我刚才对于花溪的奇袭，只是讲了2件事。第一，人是不是可以同时担任另外一个人的多重角色？第二，叫做意气千秋。好，第一。什么叫做人可不可以担任多重角色？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个朋友，他既陪你喝酒，也陪你打辩论，同时还陪你逛街？
为什么他的这些职能都可以同时担任，但是忽然到了性这里就不可以了呢？那么一定是我们心目中隐隐觉得性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在我们生命之中，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就看它特殊到是极高贵还是极低贱了。好，按照刚才潇潇的理论，你是认为它很低贱的，可是你没有想过，如果他那么脏那么坏，你不仅不应该跟你的好朋友约，你甚至不应该去害陌生人呢。对，你为什么要害陌生人？对呀，发现了没有？好，紧接着第二，如果你不认为他低贱的话，那么就可能你认为他像邦尼说的一样，是一件很平常也很美好的事情，可以跟任何人分享。如果他可以跟任何人分享的话，为什么不能跟好朋友分享呢？我们都知道跟好朋友约会尴尬，会难开口，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好朋友向你开口的时候，只有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他对你，只有你这个人，任何人都没法替代，已经产生了无可抑制的冲动。你们俩就聊得来，而这个瞬间他对你的身体突然就产生了冲动，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因为灵魂已经契合了，没准一睡之下发现肉体也契合啊。好朋友一约是最容易约出真爱来的呀。那么跟你马上就能获得的真爱相比，那一点点的尴尬，这一点点的代价为什么不愿意付出呢？对不对？第二点叫做意气千秋啊！你的好朋友第二种来找你约的情况就是他今天晚上实在是急得不行了，空虚寂寞冷，3年没开张啊！你愿意为你的好朋友上刀山下火海，他能比刀山还难上啊！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你挨义气都顶不住这个朋友，我咬了牙，我跺了脚，我觉得跟你睡比死还难受，有没有这种情况？有。那如果他也是一个对你讲义气的好朋友，你拒绝了他，他会记恨你吗？就好像你向一个好朋友，真正意义的好朋友借钱，但他实在有难处，他实在没钱，他不借给你，你们俩友谊会因此破碎吗？也不会，对不对？所以行走江湖，义字当头。哎呀，薇薇，你居然找这么一个角度，我真的是。来，琪琪，琪琪。薇薇姐，第一个你告诉我，好朋友是2个人的事，他们俩有可能产生感情，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谈恋爱？为什么一定要约？我永远不会知道我在这一生之中会在什么时候爱上这个人。那为什么一定是打一之后呢？不，我没说打一之后一定会爱上他。好，不一定是不是？好，我对他有感觉的时候，这个时候又来了一有可能爱上他。最坏的结果是我没爱上他，我们俩打了一那又怎么样？就损失了1宿而已。大家是哥们儿，我陪你1宿咋了？好，问题就是所有人都不像薇薇姐这么开放。这第一个问题先放到这儿。第二个问题，你告诉我说，就是义字当头。我问你有没有义字当头不能为朋友做的事？睡朋友的伴侣可能不太行。哦，睡朋友的伴侣都不行，为什么？朋友妻不可欺嘛。好，是不是伤害你的朋友了？对呀。好，那我问你，如果你跟你的朋友打了之后，他喜欢上你，你却没有喜欢他，有没有伤害到朋友的感情？不就发张好人卡吗？多少人被好人卡伤死了？好，所以伤害到朋友的感情不叫伤害，只有伤害到朋友的妻子才叫伤害，是不是？不对。伤害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哦。如果你的朋友，你们俩是铁哥们儿，他发你一张好人卡，你都会觉得伤害，就是人家赞美一下你的肉体，你都会觉得伤害。你是一个多么玻璃心的人。好，所以好朋友就是哪怕伤了我，他不爱我，他就把我当备胎养，我也得开开心心的收着这张好人卡，是不是？哎，不是这样的。人家是来跟你约的，不是来追你的。你同意跟人家约的前提就是人家有可能不爱你，你不能够事后反悔。好，那既然那又回。如果说你一开始就爱这个好朋友，而这个好朋友来跟你约的时候，你要跟他讲清楚说，大家讲义气。我告诉你，
我是爱你的，而你是想睡我的。好，你要想清楚，睡我的后果是我真正的爱上你，而不仅仅是睡你。如果你们俩是讲义气又讲道理的朋友的话，要么他会退，要么你会退，彼此都不会伤和气。如果在感情和性爱的世界里面，所有东西都能事前讲清楚，并且我们能把感情和性分得清清白白、明明确确，为什么事后还有那么多纠纷呢？好朋友跟一般陌生人谈恋爱和约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多年的感情交流，能够充分的沟通，所以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你发现没有？你跟陌生人约没法讲道理，你跟初恋情人约没法讲道理，但是大家朋友桃园结过义，可以讲道理。好，最后一句话，他这不是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因为你跟你这么了解你的好朋友约完之后，如果他对你没有感情，你俩失去的还是比普通恋人更多的东西。好了，谢谢。好，该到反方。作为一个大学老师，听到这样的辩题的探讨，听到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时候站出来说两句了。澄清一个前提，我们从来没有说不能约这个事儿，我方只是在说好朋友不可约。我们今天很真诚的想跟对方3位探讨一下，今天这个社会性自由的边界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我在听刚才一辩博邦尼发完言之后，我一直在心里问一个问题：在您方3位的心中，今天我们身边有没有那么一种人是不能约的？这个问题至关重要。第二个问题才出现，就是朋友应该画在哪一边？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啊，一想到跟朋友约，我也说不清楚特别明晰的为什么不能跟他约，就你有一点点觉得哪里不对，但是我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我本能的就把蓝灯按下去了。但是听这边一讲，哎，性这么重要，好像也对，要不转个红灯试试看。我来告诉大家，心里你们一直觉得有一点点隐隐不对，又觉得讲不清楚那点到底在哪里，就是性真正神秘的地方。对方刚才说的性就像喝酒一样，性就像借钱一样，性就在生活中跟无数让我们开心的事一样，仅仅只是一件让我们开心的事。No， 在古时候性是传宗接代，今天显然不是。但性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意义被你们忽略了，这是我们每个人本能的感受到的尴尬背后的那一点点根源，是隐私的底线。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尴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跟我们每个人相处的时候有一个范式，我们所有人生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与我们身边的每个人相处。有一类人叫老师，那我在跟我老师相处的时候是那个样子；有一类人叫朋友，跟我朋友相处的时候是那个样子；有一类叫夫妻，跟夫妻相处的时候是那个样子；有一类叫跟相处的时候是那个样子。至于具体是哪个样子，花溪已经给我们展示过了。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如果好朋友变成了，会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呢？会产生一种在你一夜醒来，第2天见到他的时候的错乱感。天哪，薇薇姐一直是我的好友。假设万一，应该不会啊，我是吧？因为我已经结过婚了。我们可以彼此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相遇了，如果万一我们特别好的朋友像您的观点一样约过了，第2天我们应该如何注视彼此的眼神呢？我做不到，因为在我过往的人生历程中，我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范式了。我们是像朋友一样聊，像情人一样，还是像夫妻一样？一旦当朋友介入到了朋友界，我们就面临那一点点隐私的侵略和尴尬。我不知道我们有熟到那种你看到了我的一切，看到了我的肉体和精神层面所有最隐秘而不愿意示人的那一切吗？我们的关系有深刻到击穿我们彼此所有隐私吗？如果我们已经击穿彼此的隐私，而我又没有做好这份击穿的准备，我明天该如何迎接这个人呢？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想回答刚才百邦尼的那个问题。百邦尼刚才说，如果你爱，你就去爱嘛；你想睡，你就勇敢的去睡嘛。600万年前的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人是猴子变的。在原始森林当中，我看到一只真的是漂亮的母猴子，推倒嘛。母猴子看到真的一只公猴子，骑它嘛。当我们看到彼此心仪的那个对象，我们无法控制住自己肉体的时候，我们一路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呀。为什么人今天演化进化到了不这样？我们心里那一点点，我们觉得不太对，是不是恰恰是我们区别于我们600万年前的祖先，区别于路上见到的猫猫狗狗那一点点不同呢？是不是那一点点不同，让我们人铸造成了为人呢？我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们要那么轻松的去僭越
我们是在走历史的倒退的倒车。谢谢。可以。我觉得我可以从学理上去解读他这个问题，因为陈明你讲的有点严肃，但是呢，实际上你讲的并不深刻。你能不能告诉我，好朋友不可以约的那一点点尴尬，那一点点人类的底线和尊严，到底你在捍卫着什么？我只告诉你一个众所周知的、身份丝毫没有混乱的案例，《老友记》6人行，里面那6个人是混合约过的。社会在进步，底线不再是封建时代。你可以跟我畅谈道德，可是你要知道，道德如果没有道理的话，它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为新的道德所取代。我觉得这样啊。我们其实在一个辩论的这个辩论的题目里面哈，因为辩论的技巧永远是追究对方所有逻辑链条里面最软弱的地方，但是这个逻辑链条的相互这种纠缠，会使我们进入到本身这个话题之外的地方。你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6人行。6人行大概是在第6或者第7季结束的时候，其实它留了一个悬念，就是莫妮卡和 Joey 到底有没有约。然后在这一季结束之后，其实是在美国的6人行的 fans 里面引起了一个巨大的讨论。压倒性的意见是，你们编剧编不下去了，是不是？对。把一个描述友谊和年轻人生活状态的剧，最后不得不在6个人之间去寻找新的组合关系。对。但是它会破坏掉大家对于前6季或者7季的整体的美感以及对这些人的喜爱。可见。在这个话题上，或者说在这个编剧在这个点上冒犯了所谓的公序良俗。我不觉得我们的话题是不可谈的话题，但是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公众场合，而且由这么犀利的、容易抓到对方逻辑链条漏洞的人去谈，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我们就这样吧，先请现场的观众用你们手中的红蓝键帮我们做一个选择。我们要不要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红键是继续，蓝键是停止，由大家来决定，好吗？我认为马老师叫停的时候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叫停的那个时刻，就是说整个讨论的内容处于一个高不成低不就、两头没法走的尴尬走向上。他及时去制止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举动。我们不是放弃了对这个话题讨论，而是适时给已经烧红了的刹车片泼水，让它降温，让它逐渐回到轨道。他是最有资格做这个决定的人。5、4、3、2、1。什么样的观众做出的选择？多么精准牛逼的观众！居然停到了50比50，这样，那我们既不继续也不停止，我们请我们台上的3位老师来继续讨论。我们选手就放在这儿了，好吗？可以吗？来，你们开始吧，我开始啊。我还是跟往常的立场一样，我觉得，如果奇葩说不敢尝试的事情，就在我们的视频节目里面可能就没有开拓出这个空间的机会了，所以试试看没有关系。那搞砸就搞砸。这个题目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就这个观点来看的话，马东老师，我觉得就可以聊聊看，就是性这件事情可不可能在我们今天的讨论当中跨过这一步？不管在陈明的心目中跨这一点是跨倒退，还是在马薇薇的心目中是跨前进啊？可是讨论会使得它公开。我们可以比较安心的面对这件事，不会再像以前觉得跟朋友约，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忽然之间这个东西就被我们从牢笼里面放出来了。所以我愿意就这个观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认为朋友是流动的，我认为朋友在我们生命中的角色充满了弹性。他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同学，可能是我们的邻居。然后因为某一些因缘凑巧，他变成了好朋友。然后各位在座的人，你们都有过好朋友，友谊就渐渐淡掉了。
所以友谊是流动的，就是好朋友不是一个职称，说我发给你一个名片，说陈明我是你的好朋友，所以这张名片已经印好了，我以后就是你的好朋友。没有，陈明只要做了一件让我恶心的事情，我明天开始就不想理他了，什么好朋友绝交啊！人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任性的动物，我们对于友谊是可以弹性的处理的。所以这一方在讲的，我认为是当我们对友情的流动到了欲望那一块去的时候，这一方鼓励说我们可以试试看，然后如果失败了，友谊消失了，也不过就跟一些没有牌品的人跟别人打麻将输了钱就说我跟你绝交是一样的事情。你难道会说好朋友不可以打麻将吗？不会。可是你就是会碰到过一些荒谬的人，他跟你打麻将输钱，他就不再跟你做朋友。你心里面吓一大跳，想说什么玩意儿啊？输了钱就不跟我做朋友了？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友谊会流动的情况之下，欲望也会流动。那这个人在友谊方面出了一个缺口，可是欲望方面撩起你的愿望，你就约嘛。然后这一方讲的事情是说约就约嘛，约不成就跟麻将打输了一样，那友谊就破碎，破碎就破碎嘛。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子啊，少了这个朋友多了那个朋友。我们不是讲说好朋友必须约，我们不是神经病，我们又不是禽兽，我们看到好朋友就扑上去说我要跟你约。我们是说好朋友可以约，我们不打算把好朋友每个人额头都贴一个符咒说不准约不准约不准约，不是，是我们贴了一个符咒说这个不可以约，可是这个我把符咒拿掉，因为我要跟你试试看。对，好，所以是的，就这么点事儿而已，是的，不用把它当的是那么严重的事情。是的，讲完。我特别佩服康永哥，因为康永哥在每一次的这个结辩的时候啊，不管是站在哪个立场上，他总是站在地上。我觉得康永哥开了一个好头，把我们整个的话题回到了一个礼和节的节奏上来。金姐什么？我来说，捍卫你的立场哈。对，康永哥刚才娓娓道来当中有个漏洞，我也发现找到漏洞了。你说的是好朋友可不可以约？我觉得你说的那概念是熟人和我认识的人，和好朋友概念是两回事儿。熟人和我认识的人这有可能，但我跟我的好朋友，我觉得不可能。首先，在我们无论哪个社会环境、宗教信仰当中，性一直是个隐私。无论你可以大胆的谈，大胆的看，有时候大胆的做，偶尔的很极致的，但是它还是个隐私的一个东西。但这个隐私，我们发现在每个家庭环境当中，当我是个母亲给我孩子洗澡的时候，当洗到11、12岁的时候，我的儿子再也不让我洗澡了，因为他有他的隐私。我觉得，如果觉得我是你妈妈，我从小给你，当然我为什么不能给你洗澡？但我要尊重这个，哪怕母子之间，就是父女之间都要尊重相互的隐私。在好朋友面前，我们俩谈的很多，也有一个相互尊重的一个。性爱是很难分得开的，每个人觉得是有性爱可以分得开，我觉得那都是吹牛，你们都高估了自己的智商。尤其女性，别以为性爱能分得开。如果是好朋友那种约的话，那我估计有一方的好朋友，他可能从开始是以好朋友来介入你，他一直对你有想法，只是跟你用一个好朋友的方式靠近你。你可能把他当成好朋友，但他永远觉得我是有可能得到你的，所以我这个起点是不平均的。刚才我在康永哥讲东当我都能接受，唯独一个是界限是好朋友和我认识的人和熟人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几个好朋友，男性的好朋友最多5个，我认可去到大海捞针睡20个，我也不会碰我这个5个好朋友，因为这个好朋友他跟我分享的是我20年、10年以上的友情，见证了很多东西。为那一点，我拿我手机摇一下就完事儿了。好，往常是团长们不要这么多话啊，可是因为今天各位的发言权已经暂时被封住了，所以我们就多讲一点。我同意这边的人在说，当我要跟我的好朋友约的时候，是破釜沉舟的事情，就是他一旦做那个事情，他可能要面临划不来的代价。可是这一方的说法是划不来他也要。就人会做充满愚蠢的、后悔的事，他们要做。我绝对不认为他们的智慧足以说，我跟这个好朋友约了之后不后悔，可能会后悔。对啊，所以这个我完全同意金老师。我是站在一个原则上的立场，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进行，不是像你们所想象的，约的人有一个高度，都懂自己在干嘛。我们对于好朋友的信心来自于，他们会包容我们最丑陋跟最脆弱的那一面。
约是一件很尴尬的事，说出口说我想要你的身体，有的时候很卑微。就我都不要你的爱，我只要你给我一个晚上，这也很卑微啊。所以刚才马薇薇用了“义气当头”这4个字，我笑出来，我觉得太好笑了啊！就是桃园曾结义，所以这个必须要约过一夜，这太可笑了。可是他的意思我懂，他的意思就是说，哎，我在跟你摇尾乞怜呢，我被我的欲望煎熬到翻来覆去睡不着，那你懂不懂？我现在拿出我们的友谊来冒险的时候。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唯独只有你这个好朋友是我最放心的，让你看到我最丢脸的那一面、最破裂的那一面、最寂寞那一面，你都还是会包容我。或者我真的丢脸到你发生之后你不要我了，可是你现在赏给我一个美好的回忆吧。所以我不同意你们把这个约的人放在那个高度说，众生芸芸，我非要吃了你不可，不是这一种，是。他受这个煎熬，他在今天晚上，他特别需要一个安慰，所以他选择了做这件事。那真正的好朋友在那一晚上说的：“我去帮你找一个最安全的，让你过足了瘾。”这是好朋友。我一定把高晓松给扒光了，正好。金老师，麻烦不要把高晓松扯进这件事情里面来，好吗？完全破坏美感。就是金老师这个回答让我特别高兴，就是他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呢，我提出这么丢脸的要求的时候，他会帮助我。对，那他这个人怎么帮助我，决定于他的个性。他是像马薇薇这样说，好了，老娘两肋插刀，老娘就上了，也有这种。他有这种说，哎，老娘真的做不到，那老娘帮你找个对的啊。对，所以都有。可是无论如何。这个脆弱而空虚而寂寞的我得到了帮助跟抚慰，是我如果不开口求救我就得不到的。所以我约了，然后我就得到了帮助。我丢了脸，我露出我可怜悯的那面，结果得到了帮助。这就是好朋友对我的意义啊！所以可以约嘛。来，听我们蓝神的，他变立场了。没有变立场，没有变立场，因为我觉得双方说的都非常好，而且这是一个成人的话题。是的。起码就是说，我们可以再聊这个话题，肯定是一个社会的进步。而且我觉得，性其实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并不是一个肮脏的事情。对，当你能够提出这个要求，并且有人来配合你做的事，它肯定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然您金老师说的后面是后续的事情。但是我们聊的是说可不可以约这个事儿，只是在前面聊这个事情，应该可以有这种允许，能够接受，有这个开口的权利，想法可以。哎，你可以不接受，你也可以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私人、个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男神啊，廖凡说的特别好。他拆解了可约和不可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分界，就是主动和被动。说可约是我可约你，对；说不可约是你不可约我。当这一刀分开的时候，在一个辩题的双方都会找到各自的立场。我特别感谢廖凡，因为其实说实话，他来之前没看过《奇葩说》。我真的说的这么好吗？说特别好，说特别好，特别好。是吗？你命中注定说的特别好。我们在《奇葩说》努力还原的是一群成年的朋友在生活中聊天的有趣的状态，不是单纯的聊天状态，是有趣的聊天状态。但是作为一个节目，我们有2个重要的标准，也可能是辩论最重要的标准。一个是聪明的表现方式，我们这些奇葩都太善于这些，尤其是组织那些排比句、那些排山倒海的满堂欢笑的那些力量。第二是理性的光芒，这是辩论当中可被识别的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我说实话，我特别感谢今天的观众，我们现场100个观众，你们当中如果有不能接受这个话题的人，你们大可以转身离去。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走，大家都在以一个健康的心态共同去讨论我们这个话题，或者思考，或者接受。这样好不好？我们本场不分胜负，可以吗？你们可以吗？我们本场不分胜负，我们请我们3位老师在你们的题板上写下你认为本场6位选手当中你最顺眼的那一个，而且你要给出顺眼的理由。
好，那3位在写的时候，我要感谢我不知道哈，因为我们其实这三个重要的赞助商都有我们的赞助伙伴在我们现场，我不知道此刻你们吓尿了没有？雅哈咖啡喝太多了，但是我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有勇气和眼光赞助《奇葩说》这样一个节目。可能我们在自己冒节目的风险，因为我们愿意承担这个风险。你们帮助我们承担了这个风险，你们的勇气比我们还大。让我们谢谢雅哈咖啡、东风标致308S 以及 豆，谢谢你们。哎，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场3位导师。好，为什么是他？为什么他那么顺眼？我没有勇气讲出他讲的那番话来。所以他讲的那番话那么远离众人，却依然逗人开心，而且启发了某一些想象，我觉得很有勇气。金姐呢？我觉得，因为我对他的了解、对他的关注呢，我觉得他可能站在不是他这个角度，但是他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还能说的有理有据的，貌似我被他带动了，这是他一个功力的问题，所以我很欣赏这一点点。廖凡呢？对，我觉得他其实说的还是很对，但是他犯过错，但如果他下回如果改正的话，应该会说得更好。你们听到这番话以后，你们会完全以为他们俩是商量好了的一个人选。从我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他们俩写的是俩人。为什么写的俩人能接得这么顺畅？好，来3位请亮题板。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神经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来，3位请亮题板。百邦尼、马薇薇、陈明。所以又到了我要，又到了你了，又到了我要。你别以为你今天就装聪明就算了。对要我说，我跟康永哥的感受是一样的。邦尼是一个有自己强烈价值观的一个辩手，一个战士。他冲在我们整个社会的前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你冲在前端，即便你在自行车比赛里面，你冲在第一个，你都是要冲开空气阻力的人。他们身上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所以无论你赞不赞成他的价值观，他们都值得尊敬和掌声。有才。我很佩服马薇薇，除了邦尼他的极端性、他的先锋性导致红方不利的阵营之外，你还有周旋义那么猪一样的队友啊，这个啊。但是马薇薇站住了，最后站住了自己的位置。我很佩服陈明，陈明是特别冷静的那么一个选手，而且把我们话题拉回到了至少让我心里不那么揪心。所以其实我是应该把今天的这个大奖给到陈明的，但是奇葩说的现场规则就是看心情。议长此刻的心情特别简单，我愿意把我们的抗恶基金送给本场颁给马薇薇。我愿意为你的好朋友上刀山下火海，他能比刀山还难上吗？你跟初恋情人约没法讲道理，但是大家朋友桃园结过义可以讲道理。好朋友一约是最容易约出真爱来的呀。这就是命中注定，所以有钱有势有理有据不如有范儿。谢谢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下期节目再见。开拓出奇葩说这个空间，同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他要是没有承受巨大的压力，就无法说明他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还是依然保持观众对我们的期待，可是我们自己又能够维护好这个空间的存在。要是连设定题目的时候都开始过于的画地自限，我觉得
原来奇葩说那个野蛮生长的乐趣会逐渐的消失。前有想到很多很好的点，其实也是可以呈现的。比如说规则，这个规则我们平时习以为常，但没有意识到一旦打破了它可能出现的窘境。比如说在好朋友可不可约这件事情上呢，我们的拒绝成本会非常高。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平时跟朋友在一起喝酒，如果大家都要敬酒，我不想喝，这个时候我可以先定一个规则，我说不好意思各位，我今天吃了药，或者我真的酒精过敏，我真不能喝，谁敬我都不喝。有了规则之后，它帮我挡住了很多的窘境和麻烦。朋友之间也是一样，如果我在朋友之间心中就有这个规矩在，有这堵墙在，好朋友之间不可约就没事了。但是万一朋友之间可以约，这跟敬酒是一样的。哎，你跟他能喝这杯酒，那跟我为什么不能喝呢？那接下来敬酒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且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它会让你陷入到无尽的麻烦之中。这就是处事待人的规则在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都是年轻人啊，在很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每种感情那个纯粹是最重要的，友情就是友情，爱情就是爱情，它那个边界非常分明，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有的时候也不要因为要坚持那个所谓的纯粹，却损失了人生的丰富和人生的很多种可能。然后还有，我就想说，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欲望的野马，你可以去放养它，也可以去圈养它、驯养它，但是不要假装它不存在，排斥它。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自由的、骄傲的活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你的钱是不是我的钱？老公，我好喜欢这个包包。亲爱的，咱家的包都堆成山了，真的要买吗？你是不是不舍得给我花钱？你不爱我了？亲爱的，谈钱伤感情，我的钱不都在你那儿吗？买！自古以来，钱是感情的大忌。英国著名的李雷特婚姻咨询公司调查发现，伴侣之间的吵架拌嘴60%都是因为钱，有50%的离婚案也是因为钱。情比金坚的浪漫故事在电影里一遍遍上演，可回到现实，无数对爱侣被这个问题困扰。伴侣的钱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钱呢？有的人认为伴侣都是我的，他的钱当然也是我的。如果自己的伴侣能在不分主次，物质上不分你我，在敞开心扉的同时也敞开钱包，那才叫爱的纯粹，爱的忘我。那些经济上要求独立的人根本就没把真心交给对方，这样的感情怎能长久？但也有人认为，那些年我们谈的感情把钱都伤透了，我的钱就是你的钱，这样的豪言壮语总感觉是背后一把辛酸泪。两性平等的关键在于两性独立，不能他的人还圈了他的钱，越过粪土谈感情，这样才叫真爱啊！友情诚可贵，亲情价更高，若为爱情故，给我你钱包。小伙伴们，你们说伴侣的钱是不是我的钱呢？伴侣的钱不能是咱们的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特别有尊严的人。虽然别看我们长得好看，但我们不贪钱呐。我觉得大兵特别适合打这个题目，为什么呢？大老爷们儿那大老爷们儿，你就是东北大老爷们儿的样子。大兵应该很容易想到，他就是老爷们儿，我就钱应该就是我老娘们的钱的，他肯定就是讲这个。我说我倒不想给，不行啊。秋生和周学义都不太是真爱流，我估计他们就是钱呐、算账啊，就更经济呀，两个人生活成本更低啊，大概这一些的。我的风格其实我基本上就是善于讲冷笑话，以及善于开脑洞，以及讲一些大家都不太懂我在讲什么的东西，所以我需要你们把场弄得特别特别的热，然后我负责把场子给冷下来。那你为啥要给冷下来呢？为什么要把场面好，我好不容易给整热了，你为什么要给它冷下来呢？我要把大家引向深入的思考嘛。滚！非常好，题目出来了。这一个直指人心的一道题目：伴侣的钱是不是我的钱？好像没有提婚姻啊，生活伴侣，所以还相对比较宽泛啊。我们现场100位观众，正方说伴侣的钱是我的钱，反方说伴侣的钱不是我的钱。红蓝键，请做出自己的立场选择。开始。有。哇！第二阶段大混战比赛进入第二阶段，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比赛结束时，团长从胜出一方选出一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授予本场 BB King 称号。失败的一方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累计获得 BB King 次数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好，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场100位观众选择的是59比41。那我们请2位团长和宪哥来选择一下自己的立场。我觉得我是站在蓝色的这边，不是我的。我的伴侣的钱，他的就是他的，我甚至是我的也归他。
男人嘛，大方一点有什么关系？钱不对了，那不对了，那不对了。钱在赚你的就有了嘛。也归他，那你就是红的那边。那就红的那边。不，是我的，是说伴侣的钱是我的，那我的钱还是我的嘛。我的意思是说，我的钱是伴侣的，我自己他的钱还是他的，全给他了，我不要钱。那每天早晨去前台，就是把房间退掉的时候，那个钱是怎么付的？你还开什么房间啊？我是伴侣啊，对不对？伴侣啊，伴侣结账，伴侣结账，难怪啦，真是哦，你不要管钱嘛。钱呢，因为经常是两个人之间呢这个争吵的开端。对，对不对？你不如通通给他去处理。你既然因为我身体都给你了，干嘛在乎那些钱呢？但是宪哥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哈，他不是说吴宗宪的钱是不是伴侣的，他是说你在立场上选择伴侣的钱是伴侣的钱，我的钱是我的钱，还是说我们两个不应该分？那我认为是应该要各自分开的，还你是你的，我是我的，对，还是男方的。刚才还很大方，这时候反悔了吧？是因为你才反悔。是的。好，那就是你是反方，不是我的，对吧？对。蔡团长，你选择什么？往常都是跟金星作对，今天跟吴宗宪作对，所以他选了是不是嘛？那我就选是吧。金姐呢？按照我目前的生活状态呢，我是站在康永那边的，我和我先生是不分的啊。他的钱是我的钱，我的钱也是他的钱。那我们俩一对啦。但是今天我要站在这个，不是我的，我站这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特殊，因为我们家那个德国人是被我调教好了，对吧？他的钱就是我的钱，但是其实我主张还是各分开好一点点。所以你现在钱多了就知道分开好一点。不是，我觉得女孩子还是相对要独立点好。对。好，我们场上一共2队选手，按照自由意志分成了红蓝两方，正方是处于劣势一方啊。正方哪位？大兵又是你。好。伴侣的钱是不是我的钱？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因为我到现在我都没见过我的钱呐。我的钱一直是在我媳妇儿手里边，她花我的钱是从来不会告诉我的，即使告诉我也没有用，因为我根本就拦不住她，朋友们啊。那么换句话说，我认为她的钱也是我的钱，给不给我也是我的哟。我就当它是存在银行的一笔定期存款，就算我这辈子花不着，那也是我的钱，因为我乐意。在我们东北啊，一个老爷们能让自己伴侣花自己的钱，那是一种责任，同样也是一种关爱，更是一种光荣。如果一个老娘们儿让她的对象花自己的钱，那也说明她的对象也是一个挺招人稀罕的小白脸子。好了，朋友们，我们找伴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是过日子啊。那好了，你不打算过日子，那是什么？那叫扯淡，那叫知道不？那么好，两人过日子需要什么？柴米油盐，吃喝拉撒都需要钱呐。好了，俩人个人过个人的，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这个月我花冒了，我管你借；下个月我还得把这钱还给你，连本带利。你这是干啥呢？你这是过日子呢？你还是小额贷款呢？其实，纵观各路历史上的各路大哥啊，他们成名之前，很多人其实都是靠过伴侣的帮助。著名的导演李安先生有一段日子过得老苦了，那过得真是有上对没下对啊。媳妇儿见着这种情况之后啊，一点没有犹豫，甚至把嫁妆卖了，去帮助她的老公。后来怎么样？李安大哥成功了，有钱了，当大导演了。那怎么的？现在他敢说他的钱就不是他媳妇儿的钱吗？啊，刚好讲到我学长，我的台艺大的这个戏剧科，我学长，我们学校就出了2个有名的，就关了，一个就李安，一个就是我个人，是。不的，我知道了，下一次我再跟你学习了，很好。所以说，朋友们啊，伴侣的钱就是你的钱，同样，伴侣的幸福也是你的幸福。最后，我要套用一句
既煽情又煽炮的广告词儿，那就是一辈子的钱财我们能分得清，但是一辈子的幸福我们是分不清的。谢谢各位。说的真好的，好的是吧？啊，大兵，我就有2个词儿，我就是你那个学术词语我没太明白。好，请您就现场的就着这些选手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第一，什么叫大老娘们儿？第二，什么叫小白脸子？来，试举1、2例。啊，那个，好了，大老娘们儿，这个金星老师就是大老娘们儿啊。我来给你找个小白脸啊，小白脸是吧？谁呀啊？翻译出来。哎呀，这个小白脸。他敢说你啊，老娘们儿？哎，我是没，我承认，我就是东北老娘们儿。对，其实老娘们在东北来说并不是骂人话，不是贬义的。对，不是贬义的。小白脸呢？对啊，小白脸子你自己合计去呗，就是。好啊，就加深了我们对这2个词语的理解啊，明白了。好，谢谢大兵啊这个反方谁？呦呵。大兵哥，我觉得是典型的直男癌，真的。你总是说我大老爷们儿，我就是愿意给我的大老娘们儿，我都钱都是他的钱。我觉得你一直在为自己想，我觉得我大方，我乐意。你有想过女人的感受吗？你真的不懂女人，女人要的不仅仅是你的大方。女生你都懂的，我看到你点头了，是不是？坐在前排的。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然后曾经就为他堕落过。堕落过哦，堕落过，请问是一位老人？一位要电话的人。我曾经为了他，就是差点放弃我做主持人的理想，留在他那个城市。那是因为你在他的比赛里面失败了。然后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但是我总是感觉不到他的爱，我总是觉得他对我若即若离。然后我过生日的那天，说真的，女生们都希望自己过生日，然后自己的男朋友可以送上自己一份礼物，不管那个礼物是什么。然后我就兴冲冲的跑去找他，结果他没有给我买生日礼物，他也没有时间陪我过生日。然后他为了弥补我，他就把他的卡给我，他就说，反正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呐，你就拿这个卡，你随便去商场花，随便刷，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给自己买点东西，你不花超过4位数你就不要回来。然后我就真的是非常非常你看现场那些钱赚，你看在那掰着，哎呦4位数，人民币的4位数是这么算的，个十百千分毛块10块10几块。对。然后我就自己为自己买生日礼物。我是一个不买衣服会死，我是一个不买衣服会死的女人。我特别喜欢逛街，但是说真的，那次逛街是我有生以来我觉得最无聊、最绝望的一次逛街。我觉得我自己是个 loser。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但凡是对自己的魅力有自信，觉得自己是足够的独立的、强大的女人，你都应该觉得说，你的钱不是我的钱。如果他是真的爱你，他是在意你的话，他会主动为你花钱，而且这样会让你更爽，你才能够体会到他是真正的在意你的，他愿意为你去花时间和精力嘛，而不是把卡扔给你，这根本都不是真的爱你。你是反方的。对啊，你可以把那数字越搞越低，你。我看就算了。好，你快请坐。哎呀，怎么剩下30几了？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止损模式，我们看看他到底会能到多少。好好的一件事被你讲坏了嘛。如如，你知道吗？和这个比起来，你以前都不叫堕落。这个数字，我现在看到4位数了。对，此刻我觉得我像一个失足少女。对，好吧，这是反方第一位非常堕落的选手。好吧，那你们正方这个人可以不用说了。我还说两句。秋晨，哦耶！如如啊，你真的很让人心疼，大家都很同情你，真的。可是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问题在于这个人是他舍得把钱给你，你看他那态度是什么？老子的钱
给你花，老子的钱给你花，所以他还是分得清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分什么？他分我的时间和你的时间。我的时间比你金贵，你逛街浪费时间，你逛你的街，我开我的会。这种惨痛的结局，恰恰是分得清楚的表现啊，各位。而且他说的不是有悖于常识吗？真正大家害怕，那小片里放的害怕的伴侣的钱是我的钱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其实就是另外一方的败家嘛。你真的是个好人，4位数就特别满意了。大部分人啊，对吧？让你花4位数，花出个40位数出来，这吓死人了。40位数啊！我数学也不是特别好，对不对？整个这个现场大概只有吴宗宪有这么多钱。哎，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了：谁的钱花起来最心疼？自己的钱吗？谁的钱花起来不心疼？宪哥的钱吗？对不对？别人的钱嘛，对吧？一般的人呢是怎么对自己的钱的哈？一般的人，有钱的像宪哥，他虽然享受归享受，他也会理财的嘛，对不对？会注意增值啊。没钱的人，比方说我爹妈，他们穷得来呢，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比方说呢，我爸曾经呢练上了高级的音响，可他只是个教书匠。大家都知道，单反穷3代，HiFi毁一生，是吧？如果他这么烧钱下去啊，说不定我哪一天我的研究生的学费就成了我们家里落灰的破音响。如果不是我妈制止他，这一切可能就是真的。可是如果伴侣的钱不是我的钱，我妈有什么立场，有什么理由去制止我爸呢？所以败家的问题不在于钱的归属，而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把那个人当做自己人生的伴侣。你把他当成人生的伴侣，你就会心疼你们的钱；如果你把他当成冤大头，当成取款机，你肯定就会玩命的花嘛。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伴侣的钱成为你自己的钱，其实是一个过程来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要求2个人刚刚确定男女关系的时候，啪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哎，放到一起必须一起花，不可能的。可是伴侣的这个过程和关系哈，是一步一步强化，一步一步确认的。刚开始的时候，啊，如所说的，如果一个人他用心的去买一份礼物给你，花自己的钱，你会觉得他有心啊。如果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咱们的钱了，你拿我的钱买礼物给我，那算个什么屁啊，对吧？没关系。可是想想，如果那个人跟你真的走了10几年，10几年后，他再拿钱买了一个大钻戒放在你的面前，那时候那个女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你疯了吧？花我们家的钱花了多少？什么10万，给老娘退回去，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道理。伴侣是一个一步一步的过程，所以伴侣的钱这样融合到一起，也是一个一步一步的过程。收益要共享，风险才能够同担。谢谢。有一角度我觉得有点意见，因为应该是说结婚前后，有一个女生就讲了，生命当中最感动的一枝花，是2个人结婚之后20周年以后送的一枝花。婚前他连一个花都没有，所以他就讲了，结婚前你送我一个花园呢，我都不会感动的。结婚20年后，我还帮你生了2个孩子，结果你送我一朵玫瑰花，比什么都来得珍贵。谁帮你生了2个孩子啊？是的，我的朋友说的，哎，这是我朋友的案例。我的朋友有20年了，20年了，20年了。对啊，那孩子都大学毕业了吧？那隐藏的蛮好的，真的。不，你们不能这样，今天怎么感觉像来上谁来栽赃？你们都是共犯。哇，这导向很厉害嘛，82比18。哇，基本上。到目前为止都是你的功劳啊，没关系。来吧，第2个 ，OK， 吴天宇，哎，这个好，这个长得诚恳的有机会，长得诚恳，宪哥有眼光。OK， 我们先说点题外话，没有自己的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回想一下，你们小时候，你们想要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去找爸妈。1哭2闹3撒娇，妈，我想要台游戏机。谁是你妈？对，然后家长通常就会是这样的态度。想得美。对，有时候想找他去要点东西的时候，还会被他这样子喷一顿。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其实不是他亲生的儿子，我其实是他亲生的孙子，你懂吗？为什么会这么惨？因为你父母的钱，它不是你的钱。
你对于自己生活的支配能力其实是掌握在你父母手中的，你并没有自己的生活。刚刚对方告诉我们说，如果伴侣的钱是我的钱的话，他花起来我就会心疼。对，但是正因为我会心疼，所以我会去干涉对方怎么样花钱。讲2个例子，一个男生，一个宅男，他上漫展去买了手办和模型回家，他老婆会说什么？你知不知道老娘每天给你那些玩具抹灰做卫生花了多少时间？他陪你睡还是我陪你睡？你又花钱买这种烂玩意儿，我要干嘛？女生也会有这样的状态啊！你去买一件衬衫，回家穿给你老公看，你老公扫了一眼，你也知道直男的品味，他告诉你说，类似的衣服你不都有800多件，你为什么还要买？你看到吗？正是因为对方的钱是我的钱，所以我会去干涉。如果你花是你自己的钱，那你花就花嘛，你爱拿去做慈善给乞丐都好，都不关我事。可正因为那是我们的钱，所以我会强行要求你不要这样做。这种时候，你就会感觉好像你又回到了小时候。你以为你自己寒窗苦读10几载出来赚工资了，你就有自己的生活？不，从天而降一个媳妇儿，你突然间一夜回到解放前，过上了计划经济的日子，你懂吗？喝瓶酒，抽支烟，买件衬衫，你都要给你媳妇儿打报告。过去你找你妈要零花钱，现在你找你媳妇要零花钱。女皇大人，这个月零花钱可不可以多一点儿？难过。OK， 大家发现了没有？你的不爽来自于什么？其实并不来自于你向他要求说你给我点钱吧，被他拒绝，不是。哪怕他批准了，其实你也会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改变。当你因为心疼我们的钱而对对方做出干涉的时候，你在要求什么？你在要求对方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在强行剥夺他支配自己生活的一种自由。但其实不应该这样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的话，我们就应该喜欢他这个人。我们会尊重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会尊重他的兴趣爱好，我们会觉得说你保持你自己这样子是最好的。可是当我说你这笔钱不应该这样花的时候，我是要你干嘛？哦 ，OK， 我们正在配合你念经的节奏，你知道吗？OK， 我是在告诉你，你要放弃你现在生活的方式，做一个我改造后我会喜欢的人。谢谢。你感觉到自己成为一个摇滚明星的那种快感。我刚才说他可能会很有说服力，我现在收回我这句话。他很有说力，你知道吗？正方周旋义。哎，这个好，这位应该有机会，长得像是个出家人。作为一个出家人，我非常了解对方的这个立论的。这个立论是什么呢？就是伴侣之间共同花钱会让人不开心不爽，因为他管着你嘛。我们当年都是因为这个而出家的，你知道吗？哎，这个好，这个好，说得好。所以你要知道，伴侣之间共同花钱，的确他会干涉我，我也会干涉他。可是请问各位啊，伴侣之间共同看电影，共同听音乐，是吧？共同出去逛街，所有这些你去逛街的时候你就知道，男人都在那儿坐着打盹儿嘛，女人逛得开心的要死嘛。或者男人路过电玩店，哎呀，我也要试一试。女人在哎呀，什么玩意儿？伴侣之间做任何的，哎哦对，有一件事啊，其他的事儿，做任何的其他事儿。那个也一样是吧？哇，你问宪哥，你说的这些我们都懂。好，继续说，都是成年人，绕什么弯子？继续。伴侣之间做大多数的共同的事情，都会有干涉，都会有不爽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他们其实是要告诉你们，不要当伴侣，而不是不要一起花钱。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对方的观点是说，两个人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在一起，携手相拥，独立的两棵树，而不是藤蔓一样的交织，会更加的完美。我承认呢，两个人独立在一起是更加完美，可是我告诉你3个字，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很简单，因为当你们的生活有那么多的共同交集的时候，你们的钱不可能是算得清楚的。有一个很简单的案例。最简单的，伴侣之间最共同用的东西是什么？最经常用的东西是什么？对，有生活，有生活。请问各位，应该男人出钱还是女人出钱？宪哥，你觉得应该男人出钱还是女人出钱？是这样啊，谁方便谁出钱。
干嘛？宪哥的态度是和稀泥。算了，我不给你算清楚。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算清楚的话，我跟你讲，男人出钱，对不对？因为男人在用，男人不服气了，真的是我想用的吗？所以宪哥的理论不是一个经济学里面的理论，经济学的理论是谁不能承担后果，谁出钱。这也不对啊，也可以这么说。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女人喷香水是男人闻的，对不对？女人化妆是男人看的，这所有这些东西到底谁出钱，技术上是解决不了的。而且如果伴侣的钱不是我的钱，还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没有任何人愿意做家务啦。哦，老娘帮你带个孩子，是吧？你说老婆你辛苦了，老娘出去帮人当月嫂，一个月能挣7、8千块钱。美国有一个统计说，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里做饭、带孩子、购物，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支出，如果是这个市场价格来算的话，每年是$74,000平均，40多万呢。老娘在家伺候你，我1分钱没有黄脸婆。老娘出去工作挣40多万，我为什么要伺候你？谁会愿意做家务呢？这是个很简单的技术问题，它一定会导致你的家庭分崩离析。最后，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个建议，就是当你疑惑伴侣的钱到底是不是我的钱的时候，你不妨做一个自我的心理测试。这个测试是什么呢？就是你到底在心里边有多少当对方是你真正的10乘10的那个伴侣。如果你拿对方当你10乘10的终生不渝的伴侣，我们的钱是共通的；如果你不当，那就不是。如果各位你们相信你们此生有幸能够遇到一个你真正觉得可以托付终身的灵魂伴侣的话，请按下红键支持我方观点。好，如果不信就算了。谢谢各位。马薇薇使用奇袭牌。3个问题，李安看电影。第一个问题，李安为什么10几年后对他老婆感恩？因为他知道他花的是他老婆的辛苦钱，而不是我们的钱。如果任何时候都当成我们，哪有什么感恩之心？李安说，当年我在家里坐着，我心里当然也很着急，可是我也觉得没关系，我老婆挺能挣钱的，而且我也相信我的才华，我以后一定能够回报。所以这个时候我花我们的钱，一点心里都不安。假设李安觉得我花我老婆钱，我花我老婆的钱，我不是个男人，我不是个男人，我不是个男人，我放弃电影，我去打工刷盘子。你觉得现在会有李安吗？软饭要吃的硬气才是真男人。第二个问题，关于的问题，按照你们的标准，我们应该共同去购买我们的，所以我们是应该建立基金，是吧？如果我们的钱是共同的，那就不需要建立。如果我们2个的要求不一样的时候，听谁的？商量着办喽。好，商量着办，对不对？好，进入电影这个问题了。今天我们2个人要一起去看电影，我要看言情片《何以笙箫默》，你要看超人片《绿巨人浩克》，我们2个怎么商量着办？好，其实我们最后商量出来的结果，我们一般都知道，协商的结果就要折中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看《绿巨人浩克》，我要看《何以笙箫默》，最后我们看了杨幂和黄晓明主演的《何以笙浩克》。你们知道折中带来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吗？叫做谁都不会爽，没了。马薇薇开始自己的奇袭完毕之后的立论。对，我要提醒你们正方，你们有一个奇袭的机会，好像到现在还没有，还留着呢。啊，留着呢，留着呢。他们等着奇袭我呢。好 ，OK。你们有没有发现，人类一旦成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活得非常不爽。他说的是范冰冰和李晨。好，同样的，伴侣一定要分你我，才能彼此陪伴。如果我们合为一体，其实是无法陪伴的。这是什么意思？就好像刚才我攻辩周旋义的问题一样，我说，如果我们的钱去进行我们的消费，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无法一起生活。为什么？因为按
按照修成节约的理论，我们花钱花在刀刃上吗？我们的钱吗？规划的时候会出问题。我作为一个女生，我们认为我们今年的奢侈品消费应该购买我们4万块钱的包包，因为它尽管背在我的身上，可是我们的面子都有光，对不对？可是男生那边会想喽，我们今年的花费最该用在刀刃上的是应该购买一台4万块钱的最新款最高配置电脑。虽然是我在用它打游戏，可是你在旁边看会产生我们的愉悦哦。所以很多夫妻矛盾是不是就是这样来的呀？很多情侣争执是不是就是这样来的呀？然后他们说，你们可以协商嘛。协商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又满足包又满足电脑呢？我们花4万块钱买40个电脑包，谁也没有爽到。很多家庭矛盾就在这样的我们之中产生了割裂。你们老想融为一体，世界上有一种人很不幸，生下来就是融为一体的，叫做连体婴。可是连体婴在医学上很抱歉叫做畸形儿。我们不会认为连体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儿，我们会用医学的手段尽可能的在保障他们生命的同时把他们怎么样切割开来，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手脚是无法互相扶持的，我们是背靠背的。我们的身体连体婴是无法互相拥抱的，因为我们的脸永远看向不同的方向。你看似我们血脉交融，可毕竟我们有着2个不同的灵魂。我们能不能在陪伴的同时，给彼此一点空间？当我们不再是我们，我才能够更好的去爱你。谢谢。马薇薇，在第1季当中，我引用你一句话。人家说，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个肋骨。你跟你的肋骨讲空间。讲空间伤感情，讲感情那可伤钱呢。我听完这个马薇薇讲的话之后，我决定把自己转到正方。为什么？我长得就这么丑？不，跟这个我真的，你的有些论点呢不太 OK 的，好不好？这个太白马非马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不是谈论钱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是讨论大钱。小钱这种买什么，这个是小钱嘛。看个电影我配合你，你偶尔配合我，这是小钱，这是彼此配合嘛。你要花大钱的时候，你要考虑我们2个共同的状态嘛，对不对？我们2个现在房租付不出来，你买一个4万块的包干嘛呢？我们住到包里面吗？我没有那个颜色，要不然全按给我了。我跟你讲，宪哥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说一个大钱的例子，小钱的确琐碎，不符合宪哥这种目光远大的这种规划。比如说，我们的双方的父母买房子，这是我们中国人经常会面对的一个问题了。这个是大钱了吧？因为真的是一笔很大的钱。OK， 好。对宪哥还依然不是。所以宪哥才能在每天住在不同的房子里。好，我们讨论一下，继续。我们讨论一下只有一套房子的人的问题。好，我们这时候只有他什么暗演，变转的也是挺快的。好，这个时候我们要买房子，我们除了我们小2口住的房子，我们只剩下一笔钱。但是我们双方的父母都住老房子，他们年纪都大了，我们都想给他换个电梯房，对不对？好，这笔钱到底是给我们的妈妈买，还是给我们的妈妈买呢？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给岳父岳母买，还是给公公婆婆买呢？对不对？这是大事儿了吧？一个家庭最大的事儿莫过于此了。
好，这个时候你们两个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吵架？超级会。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永远无法通过协商来解决的。好，先来齐齐他。太好了，这个辩论太好看了，两个最讨厌的人现在打起来了。微微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没有人能够解答得了，对吧？啊，就那么一点钱，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其实他方提出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这钱是谁的，那房子就是谁的，其他人完全不用考虑。这就是你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吗？啊，就这样？还咋样？好，那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呢，就是钱是谁的，房子就是谁的，其他人没钱的喝西北风，不管你们是不是伴侣，不管你们是不是一家人，钱是我的，房子就是我的，其他人喝西北风，不是这个意思。给的解决方案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房子如果是我买的，你可以住在我的房子里，你有使用权，但你请记住，这个房子如果是我买的，那就是我爸妈来住，不是你爸妈来住。这是一个很现代也很残酷的方案，我方是认的。你如果再有多余的钱，你就多买一个给他爸妈住对，嘛。后来还会再养小三，但是这不重要，现在不是没钱吗？提出的这种解决方案呢，肯定是一种解决方案，但是这种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不把伴侣的爹娘当自己爹娘的一种解决方案，所以他的伴侣的结合程度是很弱的。你说你看电影啊，买包，无非是讲两个人无论如何的连体婴一般的生活在一起，总有一些钱是要自己去花、自己去决定的，没有问题。可是刚才我方也讲了，有一些总是分不开的。那这种时候，有一些公用的，有一些自己的。那请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伴侣不断推进、加深你们感情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你要不断的去推进这个财务方面的共享，还是要尽量的避免财务上面的共享？这个很简单啊，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公共的基金，用于公共的消费，但各自的钱还是各自的钱，这是一个很现代的配置方案。相当于什么呢？很简单，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朋友吃饭愈发的倾向于 AA 制了？对不对？好，这个时候你跟你朋友 AA 制了之后，等不等于你朋友其他的钱就是你的钱呢？不等于。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建立共同的购房基金，可以建立共同的生活基金，甚至共同的教育基金。对。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始终有一点钱还是我自己的嘛。对，始终有一点没办法，对操作层面的问题没有关系。可是你在伴侣1年、2年、3年、4年，慢慢的你们有共同的房子啊，叫爹妈也叫了那么多年了，对不对？接下来又有孩子。还有共同的生老病死的问题，是不是越来越多？这个过程上面来说，是不是越来越多共有的？这才是我方要讲的，伴侣的钱是我的钱了。不，秋晨，人生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7件事而已。只要我们把基本的衣食住行核心4大基金建立了之后，其他的个性化生活就可以得到保存。你要知道，社会越现代，其实个性化消费越多，对不对？所以基础消费共同化，个性消费独立化，这才是一个现代家庭的观念。我们现在进入自由辩论环节啊，来吧，甜甜开始。讲了这么多废话，我就问你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你拿着结婚证，我们结了婚的人拿着结婚证和对方的银行卡去银行拿钱，银行给你吗？哦，这是有伴侣的人，我们结婚证了已经规定了，我拿着结婚证和我老公的银行卡，给我钱，我伴侣的钱是我的钱，敢不给我呀？给你吗？这叫犯法，这是抢银行。压力啊，我都快吓坏了，我的天，我真吓尿了，刚才就是，你擦擦啊，我擦擦。不是，维维姐，那个你特别吓人啊！你刚说着说就是我们俩一块儿花钱，花着花着，我们的肉也在一起，皮也在一起哈。本来还是2个人，最后变成连体婴了，这也太夸张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彼此花钱可能会有共生的关系，但是绝对不是因为钱在一起就没办法彼此独立了。那这样的话，大部分家庭都可以分散了。而且薇薇姐刚才用了特别好的偷换概念，用那个共同的基金，共同基金不就一块的钱吗？那剩下钱是什么呀？剩下的钱在中国叫做私房钱啊，藏在袜子里面的，对不对？谢谢。哎呦，
干嘛？怎么着？想清楚。你们男人为什么要藏私房钱？不就是不愿意有共同的钱吗？不是，我的钱都给你了，我买包烟行不行？虽然不抽烟，对。对，你看到没有？这种会把大家的钱当成大家的钱的人，会逼着男人连包烟都要存私房钱，发现了没有？喂，我不得不站起来。我跟你讲啊，他们是有共同的一笔钱，是为了有一个共同的未来。我刚好，所以这个钱是为了要共同的未来。我接着，好不好？对，还有一个有未来的男人，藏着一包私房钱的烟的男人。不，听我讲完。好，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男人呐，特别容易出去养小三？为什么？为什么？你听我讲，因为他在家庭生活里特别的压抑。我们怎么？你没压抑，你压抑不压抑？来，你是不是激动？你说，等一下，我要提醒。什么养小三？哎，说我们在外面养小三，那不可能。我们有时候还靠这个赚钱呢。是吧？好了，你们都不是个概念。咱们中国婚姻当中讲什么呢？最好的家庭维持最好的什么？夫妻是相敬如宾。我给你讲个故事。3年前我在巴黎逛街的时候，我看了一款包，我是包控嘛，这个包百变，这一包以后看完以后还是限量版的。我当时打了个电话，我想买这个包，我自己能不能买？我可以买，不经过他是我自己的，我有这个钱买。但是我觉得花这么一笔钱买一个包，还是要经过一下同意一下。完我想了半天，我跟汉斯说，我说的这个包可以说投资。完了，哇，你真的会说呀！那是一种催眠。完以后我说你还会增值。如果这个包可以将来给留给女儿，你就说它会长大，你这么说就行了。是，你说这个包现在买来这么大，再过3年它就这么大了。没有，8年后还长出小包。对，我说这个包可以将来要不给女儿，要不就给儿媳妇，肯定是传家宝了嘛。当时汉斯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点对我教育特别。他说你需要包吗？家里那么多包，你需要包吗？我说我不需要。他说那好，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别买；如果你特想要的话，你就买。他用英语就说的 ，If you need it, don't buy it. If you want it, go for it. 它是一个相互尊重的。其实我花我自己的钱，我刷我自己的卡，但我还要尊重他，因为我们俩一起过日子。但是他最后那个英文字你还是没讲出来啊。最后你就buy it，然后不 buy it， 最后还要 follow your mind。Follow your mind。 OK， 行了，哎，这句是金句啊，这句是金句啊，说真好，真的，你需要别要。你想要，非常想要。哎，你们2位导师都出手了，我要说话了。OK， 好的，我很恭喜吴宗宪跟金星2位呢，他们都处于一个双薪家庭啊，就是夫妻2边都能够有能力赚钱，所以你们是始终都无视于那个夫妻2方当中，如果有一方没有收入的话，要怎么办？不均衡的。然后我相信，在座的这100位小朋友当中，家里的爸爸妈妈，有不少人的双亲当中，有一方是没有在工作，没有具体的收入，不是每个月都有钱进账户的。所以这几个人发言的时候是没有把你们的爸爸妈妈的状况想象在其中的。我说我们今天如果为吴宗宪开一集，我就认了。可是这集不是为你一个人开的，尤其是当你说是小钱，可是你买了1万个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小钱了啊。也要有那个体力。我很喜欢家里面双方都有收入这个想法，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可是很可惜，那不是真实的状态。然后到现在，很多人认为现代社会应该要双方都有收入了。你若去日本观察一下，日本的结婚的夫妇还是依照社会的惯例，妻子结婚之后，绝大部分就辞掉工作，在家里面待到。就算没有要养小孩，他也要操持家务，不再工作。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主流的态度，没有所谓的对错可言。日本绝对是一个已经现代化的社会，可是却依然有一方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讨论置这个
夫妻双方有一方完全没有收入的状况，于不讨论的范围内，我们今天的讨论会有极大的漏洞，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哎，说的真好。陈明。OK， 我只解释一件事，因为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对，所以我们在法律上，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澄清一下了。就是在法律上，夫妻两个人在婚姻存续期间的钱叫做夫妻共同财产。对，在离婚的时候，如果要大家进行分割的话，如果没有重大过错呢，不是说你挣的是你的，我挣的是我的，而是一人一半。只有当那份钱是我们的时候，我们分它的时候才会一人一半。共同花着我们的钱，创造我们的未来，我们也许会失去对方刚才所说的一点点的自由的代价，收获的是那份真正的大爱的幸福。好，谢谢吴天宇。夫妻共同财产是因为法律上面从第三方介入的时候，因为你们家长里短扯不清，所以我要说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但是我们在婚姻状态中，我不可以认定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懂吗？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有商有量，可以互相协商，甚至我可以为你花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可以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当你觉得你的钱反正本来都是我的钱了，那我爱怎么花你的钱就怎么花你的钱的时候，你失去了对伴侣的感恩。一段没有感恩的爱情是走不长的，就这么简单。哇，最后这一句深刻的刻在我心里。来，姜思达。哎呀，让本名媛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伴侣的钱。刚才金星老师站在反方的立场上，告诉大家说，我想买一个包的时候，我的伴侣会指点我说这个包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不该买，恰恰是对您方薇薇姐的自由的观点最大的消解。什么意思？你们在区分自己和对方的钱的过程当中，仍然有很大的自由的限制。谁让你们是伴侣，对不对？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总该有点共同的妥协。这个妥协不见得就是不开心的，这个妥协并不代表说我的自由就一定是被散发出去的，反而因为我们俩共同形成的快乐，获得一种新的东西，这个是重要的。所以这道辩题讨论的是什么？是我现在没钱的时候，我的伴侣艾丽，我在向她，我这个月没钱吃饭的时候，我说艾丽哥哥，能不能给我点钱的时候，我的心里应不应该有愧疚之情？是我在问他要钱的时候，要不要想着我下个月还他？是他应该想着下个月的时候，应不应该再向我要那笔钱？考虑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好，我们辩论阶段就这样了哈。我们请两位团长和宪哥来表达他们各自的立场。虽然宪哥中间叛变了我又回来了，但没关系啊，那没关系。我们先请宪哥说吧。可以。你还坚持你最初的选择吗？我觉得我现在跑到正方了。所谓的这个在不在意对方的钱是不是你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他成为你的伴侣，甚至是你的终身伴侣。如果是他是你的未来的话，没有钱的考虑的，我们就是一家子人。这个叫什么呢？各有所长，而且很可能是什么？你别以为都是男人会赚钱哦，可能是女人会赚钱。所以你在这个上面，你要互相是一个包容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是站在正方的这个角度。好，我们听听金姐，咱们今天做这个奇葩说，是现在才做的，为什么5年前没有奇葩说呀？10年前没有奇葩说，不能谈这个观点呢？在以前中国的社会环境当中，这不是个问题。但现在社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问题。说得好。很多女人，如果你觉得依赖于对方的钱就是我的钱的话，是个很危险的想法。现在的婚姻法都保护不了你的一辈子的生活，你以为对方钱能保证你吗？不可能。如果你爱那个人，他觉得他钱全属于你的，那是你的额外的补偿，你中奖了。那我祝贺你，你中奖了。但是不是的时候呢，给自己留条后路。尤其现代的女性，我觉得自己独立能挣点钱哈，不要100%就这个男人就是钱就是我的，这个是很幼稚、很危险的。我只想说这一点。我觉得他们基本上把所有道德路全都堵死了。然后这时候你的发言会直接就把自己放在一个不道德的位置上。您开始吧。我在你这儿什么时候是道德过了啊？有一句大家都听烂了的话，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什么意思啊？就是时间是比金钱宝贵。Time is money. Follow your mind.
请问大家，就是两个人成为伴侣在一起，什么东西花掉了是可以回来的？是金钱吗？什么东西花掉是不会再回来的？是时间。所以大家在争论说，我们两个金钱要不要分开来算，或者混在一起算的时候，我倒不是站在一个抽象的高度想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太麻烦了啊，就是时间比金钱珍贵很多。可是你要想，你跟你的伴侣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谁花谁的时间多？他感冒发烧，你彻夜不眠照顾他，帮他把汗擦干，让他烧退掉。你花了8小时，害你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头昏脑胀，没有办法好好工作。你要拿出账簿来计算，说我为你花了8小时吗？然后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的伴侣陪你聊天、讲电话讲了3个钟头，他要拿账簿出来记下我花了3小时吗？这3小时跟8小时本来就是我们人类拿出去工作可以再换成钱的。所以如果连在金钱这么粗糙的准则上我们都想分，那在时间这么宝贵的标准上我们怎么分呢？所以成为伴侣要算这个事情是算不来的，是技术上做不到的，是技术上硬要做到了，伴侣的关系就会消失不见的。所以我只能够说，当我们在挣扎于要不要算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把这个时间拿去做更珍贵的事情。是你们当下最在意的是什么？如果当下最在意的是金钱，两个人就好好拿这个时间去赚钱，而不是在分彼此。如果当下最在意的是彼此的陪伴，就拿这个时间来好好陪伴彼此，而不要把金钱放在第一位。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听不懂今天的反方所说的，就是我们要保持彼此独立的空间，是靠着金钱这个准则来作为我们的防线。不可能的，金钱是最好处理的一道防线。所以处理好金钱的防线，处理不好别的防线的。两个人成为伴侣之后，最在意的是我为你付出的心力，你不要去算，因为你算不出来。你为我付出的心力，我也不敢算，因为我也算不出来，这才叫做伴侣。今天康永哥说话有漏洞的，有漏洞的。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有钱是最容易解决的，恰恰在我们中国人的婚姻解当中，钱是永远是问题的矛盾的导火索。我想说的呢，谈到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我的和不是我的，我们应该上升到一个观念上的。我赞成结婚以后两个人钱放到一起，但是这个钱不是我的，永远在脑子里有绷根弦。你别觉得我花这个钱是理所当然。你钱可以放在一起，具象的可以分，但是我永远觉得我花每一分钱是我要珍惜，我为什么花这笔钱，我不能乱花这笔钱，花这笔钱我带着一种感恩或者尊重去花这笔钱，概念上脑子里永远一个不是我的，这个日子就好过了。不是具象的，这个钱怎么分？这个是我们觉得我方要最后坚持的，钱可以放在一起，意识永远告诉你自己，这是他的钱，那是我的钱，但是我要尊重这个钱。你听这话是需要一点时间来思考的，因为时间会说明一切 ，Time will tell。而且，你好了没呀？好吧，是这样嘛？来，我们现场的观众，如果你们现在还能保持一定的清醒的话，如果你们还能分清楚手边的剑到底是蓝色还是红色的话，请做出最后的选择。在我们做出红蓝剑的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场上脑子确实都有点晕。这个我们一会儿给宪哥倒一杯，这个喝了就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好，同时我们要感谢我们另外一个赞助商狂拽炫酷哪儿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 另外还要感谢吃了就变豆的 豆，谢谢 豆。你们要知道，我给你们的回报是最大的，因为我是马。你这个赞助商，赶紧给我跳到碗里来。好，谢谢，来，我们看一看本场结果。哇哦，正方获得11票，正方获胜。一辈子的钱财我们能分得清，但是一辈子的幸福我们是分不清的。收益要共享，风险才能够承担。当你们的生活有那么多的共同交集的时候，你们的钱不可能是算得清楚的。
节目当中，我们总是在输的这一方里面去选择一个人去接受导演组残酷无情的惩罚，但是我们觉得这实在是太无聊了，对不对？为什么要分呢？所以我们决定他们3个一起接受惩罚。不要让我们的评委做出这么艰难的选择。但是我们1位男神，2位团长，还是要在正方3位当中选出1位。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抗饿基金送出的大奖，由古力多燕麦牛奶送出的抗饿基金大奖，谁呢？我们选出的是今天最有范儿的选手。好，3位当中选择谁呢？周旋逸、秋晨和大兵，请选择一个。先请蔡团长说一说为什么是他。他今天发动了一个很勇敢的奇袭，我觉得奇袭那个人太可怕了，所以他完成了这个工作，我很佩服他。为什么是他？我觉得挺牛的呀。他唯独敢跟那个我们男神叫板的。宪哥为什么是他？速度太快了，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就变成有道理了，你知道吗？你还在考虑这过了是吧？有道理，就这样过去了。所以他的组织架构非常好，是一个非常有范儿的组织架构。对，速度太好。好，来，请亮出题板，我看看。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